犯。那么阳遁和阴遁，它俩是如何划分的？就是以每年的夏至和冬至这两个点来划分的。阳遁和阴遁是如何划分的？就是从每年的冬至和夏至这两个点进行划分。从冬至这一时刻开始起，到夏至这一时刻为止，这段时间用的是阳遁。从冬至这一时刻开始起，到夏至这一时刻结束，这一段时空，或者说这半年时间用的是阳遁。从夏至这一点开始起，到冬至这一点结束，这段时间用的是阴遁。这就是阴阳遁区分。好了，到现在为止，8门的本位图讲完了，9星的本位图也讲完了。以后呢，你们要记住这个图都需要牢牢的记住。它每个宫位所属的5行都要牢牢的记住，包括它这宫所对应的数字，你要牢记。奇门遁甲里边呢，还有一个8神，又叫8大神体系。它是这么一个顺序不变的：直符、腾蛇、太阴、六合、白虎、玄武、九地。这个8神体系这是奇门遁甲和大六壬上特有的这么一个信息系统。8神之中，直符是首领，就是说你剩下这些腾蛇、太阴、六合等，都是以直符为首，在他领导下进行着不同的排列顺序。它也像一支队伍一样，说直符落点一旦确定了，其他的都跟着他走。所以说他直符他是8神之首。那么这个8神系统呢，怎么来理解？8神系统我是这么来理解，它就是生活在宇宙空间一种灵体、信息或生命。能听明白吧？它是属于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这个空间的一种灵体式的生命，或者是能量。它称之为神，说明什么？它神鬼莫测。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包括各种运气，可以起着一些影响。那么在刚才呢，
课修之前呢，咱们曾经讲过啊，有9星，有8门，这回又出了8神。那么这些系统，它对人类的作用是怎么来的？9星，它主要是代表了天体对我们这个地球上各种生命的这种影响力啊，你包括这个太阳系的9大行星啦，还有天上的28宿啦，对不对？各种天体对人类的影响，所以9星它不属于地球上的能量，它属于从天空中辐射到地球上的各种能量，对人类的产生不同的影响。而8门修生伤度情死经开刚才讲过的，它代表我们人类自身的能量，所以说8门又称为人牌，人类的人。说8门和8门之间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最后一个对人类影响的是9宫，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后天八卦这个图。9宫呢，也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9宫其实它对人类的影响就是地气。咱们常说的风水啊，北方啊是坎宫，西方是兑宫，就是不同的地理方位对人类产生的磁场这种影响。实际这个力量是从地球内部向外辐射出来的。由此我们可知啊，奇门遁甲这个预测体系反映出了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空间里对我们产生影响力的几大要素啊。我人往这一站啊，天体的行星、恒星，对不对？各种天体对我身体产生一种影响辐射。地球呢，从地下往上反一股能量，对我产生一种影响。人和人之间，你还要对我产生作用。除了这3大作用之外呢，还有神。这个神神鬼莫测，是不是？那么有佛有仙，还有魑魅魍魉等等，说我们人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空场里边生存着。所以说有些事情，那么大事要看天地，因为天地是影响我们最大的信息啊。最后再看神人，有很多事情很蹊跷，天时具备，地利也具备，人和也具备，但是偏偏是最后还没成，这就是谁呀？神在作怪。所以有句话叫神鬼莫测，他要是想收拾你，不让你做，什么事你做不了。所以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光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够，还得有神助。听明白了吗？没有神助你不好使。咱们大伙都看过三国演义是吧？诸葛亮很多事情啊，他怎么算啊，他就认为他这个事情万无一失了，结果到关键的时刻就出岔头，那就是神在作怪，不让你这么做，你这个做法，神这个层次的能量他不同意，那就取缔你。所以8神呢非常重要。8神他有没有自己的本位呢？有。下面把8神的本位图给大伙画一下。
神呢哈，这里哈涉及到一个朱雀，朱雀吧，其实在飞盘奇门遁甲里用的比较多，而转盘里用的比较少。但是说咱们作为学术里，大伙要知道，朱雀它是在南方，朱雀是南方的一种大鸟，在古代的时候，朱雀是专门用来传递信息用的。蛰伏呢，由于是八神之首，它具有中正的性质，它一般居于这个中午宫。腾蛇善变化，所以说咱们看整个这个后天八卦最善变化的是巽为风，来去无踪，所以说巽卦具腾蛇。再说巽卦里是不是具有一只辰和巳啊？而巳就是蛇，所以腾蛇一般居这个位置。六合呢，属于东方以往，可以居这个位置。朱雀呢，南方黄的呢。九地相当于坤卦，比较平坦的平地，所以九地代表地的场所。太阴和白虎都属金神，所以它俩都居西方。一般来说，西方是阳金的时候应白虎，听不听明白？阴金的时候应太阴，它是这么样。九天呢应乾卦，玄武应的是北方。那么蛰伏其实来说它通常在中午宫，和刚才讲的天琴星具有类似之处，它通常也是忌这一宫、艮八宫，还有坤二宫，这两宫都通气。听明白了？这个图你做个了解就可以，不需要强行记忆。其实大家想一下事情到了神这个层次的时候它已经跳出三界外了。不在五行之中，所以说你不要对这个八卦神的五行系统过于追究。有很多人问老师，你说这玄武到底属什么？属水。行，你不说它是水，玄武它就是个信息系统，代表小偷，代表暧昧之事，代表眩晕、醉酒、昏迷等信息就可以了。它至于属不属水，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记住在判断的时候。这个八神系统一般来说，它不参与五行生克之化，记住了吗？它只是代表一个信息系统，它并不直接参与五行生克之化。因此来说，八神的五行不是太重要，你做个了解就可以。你愿意记，作为学术你记得住；你不愿意记，记不住也不影响你判断，可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咱们就是奇门遁甲的三奇、六艺、八门、九星、八卦神包括九宫都讲完了基础的入门知识基本上给你们铺到这儿了。那么下边呢，这个关于奇门遁甲的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东西，要给大伙儿做进一步的讲解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点的内容了。在这之前呢，我先调查一下咱们在座的就是关于24节气，谁现在背不住？就说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24节气怎么回事，我根本就没记过这个。你背不住陈素琴背不下来，你也背不下来。那你这搞易经这么多年，24节气，王志峰也背不下来。背的。可你还在农村长大的，你说老农民都知道芒种，对不对？你这其实24节气很重要，不光我们学奇门，你所有的术门类，如果说你不懂得24节气，你没法进行，这必须得背住。
那怎么办？我还得给你们讲24节气啊，太浪费时间了。你问一问。查万年历不就行？啊？查万年历不就行了？是啊，你不能老查万年历啊！你最起码你得知道正月是立春雨水，2月惊蛰春分，3月清明谷雨，你这都不会麻烦吗？这么着，这个咱讲课不做讲课内容了，因为它太基础了，你回去自己看。是不是？我想。但是咱们说实话，这个奇门遁甲吧，它处处和24节气打交道，你离开它不行。大家知道啊，一个圆周是多少度呢？360度。其实哈，咱们地球呢，它绕着太阳转这一圈，它并不是个纯粹的一个正圆，它是个椭圆形的。但是古人呢，在做学术的时候呢，把它就是设想成一个纯圆的一圈。那么大家知道，一年一共24个节气。24个节气啊，一圈儿，是不是啊？360度，360度除以24，你看看每一份占多少？每一份占多少？是不是15度啊？好了，那么大家现在看一下，现在一共是1、2、3、4、5、6、7，是不是8个？中间的不算。为什么？这一圈是时空点，是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不是这么样？你中间它不参与时空，因为中间它实际是个超越时空的地方。那么中间去到周围是不是一共就是8个宫了？8个宫，大家分一下，360度啊，分一下每一个宫占多少度？是不是45度啊？能不能算出来？就是说，这一个宫位它是有45度的跨度，45，这一周下来是不是正好是360度？那么24个节气，你平均分成8份儿。每一份占几个？是不是3个？这样的话，也就是每一个宫位，它要管辖3个节气，听没听明白？咱们大伙知道，一个月是不是2个节气啊？比如说正月是立春雨水，2月是惊蛰春分，3月清明谷雨，4月立夏小满，5月芒种夏至，就这样来，对不对？一个月30天，2个节气。而现在这一个宫位里边，它占3个，那么一份是15度，也就是一份是15天，是吧？2份是不是就1个月？而3份呢，是吧？1个半月，听不听懂？也就是说，在奇门遁甲这个模式里边啊，这一个宫位它是管辖1个半月的时空点的吉凶祸福的。这个和其他传统上的六爻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在传统六爻上，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是不是坎对应子吧？是不是子？而这位是不是丑和寅2个？是不是？它这种分法是不是不平均？为什么你这一个地支子，而这就是丑和寅占2个地支，是不是它俩分配的不均匀了？而在奇门遁甲嘞，就把这个弊端打破了。奇门遁甲都是45天，所以说以后你看到这宫，你千万不要光想着子，这里其实还有丑的，能不能听懂？为什么？小寒大寒是不是丑月的节气了？对。
是不是啊？对。哎，那么冬至这属于子月的节气，是不是？就是坎宫这里边哈，既有子，也有丑，你必须有这个概念。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容易出错。一到这地方啊，子年怎么着，子月怎么着？你要断丑年怎么？他说不对，丑不在这个位置吗？他就容易出现错误，思维上的混乱。所以咱们在搞这个时候一定要记清楚。这个位置呢，古人是根据冬至点开始的，冬至一阳生。咱们学过12消息卦就知道啊，你们是地理比较深透的话，12消息卦坎宫是什么卦呀？王振峰，我就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那个你带这个学员，你也不知道。那个铁岭的学员，这也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称呼？12消息卦没听说过吗？听说过，不知道怎么。这就说明你们以前所学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视，能做出一个重点的东西来讲述。12消息卦这坎宫是地离复卦。对，天命。道理应该不错。都是一阳生，一个阳气慢慢往上涨，就是这么个卦象。大家看一下啊，是不是纯阴呢？对。纯阴下面来了一阳，就是一到坎宫这个时空点就一阳生了。这个点它对应的就是冬至。咱们常说嘛，冬至一阳生，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地离复卦。12消息卦的地理。咱们回头看看这个方圆图啊，这些基础知识啊，就知道很重要。古人规定就是坎宫所对应的3个节气，就是冬至开始起，到小寒、大寒结束，一共是45天的时间。好了，剩下这些你们按照24节气，就是冬至、小寒、大寒，下面应该是什么？你说，你也背不住。我背不住。喂。哎呦。哎呀，我这儿立春，到年了。是不是对着立春、雨水、惊蛰呀？对，都是3个。这些要求大伙都得记住。你要说我知道，那不行，你必须记住。看到哪个宫，马上知道这个宫里所对应的是什么节气。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知道这个节气之后，你将来断应期的时候能应到哪个点上。你说你这个事情立春之后15天还是30天能应事儿？你要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断应期啊？所以说，要求咱们在座的每个学员，无论是老学员、新学员，你都得强行记住这每个宫位所对应的24节气。你背不住它肯定是不行的。好了，继续往下，这个是什么？王世柔。好，你呢？立夏啊？不是立夏。立夏跑这儿来了。哎，要盖着嘛呀？盖着春分日记。伟大的叫啥？盖着。是不是春分清明谷雨啊？再下一个，立夏小满毛。对，他快。立夏小满芒种，这个就是夏至了。冬至、夏至，子午嘛，2个极端嘛。